生命灵数4号人看过来，让喵喵大师教你怎么用4号人的天赋来投资。投资第一步要先避开4号人会中的招。你一定有听长辈说过，买房是强迫储蓄，等你老了就有房子住。出社会工作，付过房租后，4号人是不是更认同自己应该要买房了呢？买房很好，但最怕的就是4号人因为恐慌发作，不管有钱没钱就一头热的买下去了，这样就中招了，会有多可怕？超可怕的！这是长达几十年的财务计划，不是去市场买菜。等4号人头洗下去才发现，怎么里里扣扣都要钱，根本没有准备这么多钱啊，当场就把自己卡死了，看着股市涨到4万多，也没办法进场参一脚呀。今天的节目就是来帮忙你的，一定要看完哦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让你轻松做自己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所有通知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，用生命灵数4号人的天赋来投资，马上用你的灵数来签到，就不会找不到了哟。如果说3号人是把股市当游戏玩的爱神，守护4号人的丰收女神迪密特就是最可靠的家庭守护者与资产筑巢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4号人天生自带强烈的不安全感与防卫本能，对你来说，金钱不只是数字，而是可以用来保障家人，让自己避开风雨的护城河。例如，美国总统川普就是4号人，而且家族事业也是最适合4号人的房地产哦。在他的书《交易的艺术》里说，在军校毕业之后，突然想去念电影学校，但最后还是认为房地产才是更好的生意，而申请了华顿商学院就读。上学后的川普在社交部分遇到了棘手的挑战，就是朋友比军校时期少很多。但厉害的来了，川普干脆找教地产知识的教授当朋友，很猛吧？后来进入父亲的公司工作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1995年，川普拖欠了超过3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，贷款人在一次庞大而羞辱性的重组中查封了饭店及大部分资产，好让川普避免个人破产。有趣的来了，为什么不让他直接破产呢？银行律师说，债主认为让川普活着比死了好，会让债主公认要留一条活路给川普才是对的耶。看到这里，4号人是不是想知道怎么办到的呢？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先来说最大的优点，4号人是直觉敏锐的护城河专家，有超群的风险预计能力与天生的危机雷达。为什么呢？毕竟迪密特是守护作物丰收的女神，只要避开狂风暴雨的天气，选风调雨顺的时期，不管是要栽种或投资，这都是丰收的前提呀。在投资市场中，当市场过热，散户集体疯狂时，4号人会在内心冒出强烈的不安感，而开始警戒。这种对危机的嗅觉，可能让你在市场大崩盘前夕，果断的提前获利了结，或者选择空手观望。这就像台风要来了，得提前采收一样天经地义，就足以让4号人成功躲过危机，避开重大损失哦。丰收女神迪密特的守护是不是很厉害呢？4号人重防守，偏爱有实质护城河的标的，这是因为4号人不喜欢赌，讨厌不确定性，所以在挑选投资标的时会非常看重安全感，喜欢那些历史悠久、规模庞大、大到不能倒，最好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龙头企业，例如营建工程、民生必需品、核心全指股，或是像中华电信、台湾大哥大这类的特许行业。这种防御型的投资思维非常不简单，能让4号人的资产组合在熊市中极具抗跌性。再来，4号人对房地产与家的概念很强大，有着极佳的投资天赋，甚至会有无可救药的执着。在所有投资工具中，4号人最擅长也最喜欢的就是房地产。
起点可能是买房自住兼保值，或进化到当包租公包租婆，赚取稳定现金流，4号人都能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与安全感。若是挑到有增值潜力的好物件，那就厉害了。接着来说最大的雷点，4号人是会感情用事的鸵鸟护短者，把股票、房产当成家人，就舍不得放手了。这是4号人在投资时最常踩的雷，放太多感情了。当4号人持有一档股票很久，或者这档股票曾帮4号人赚过钱，就会对它产生家长情怀。即便该公司基本面已经严重恶化，产业即将被淘汰，4号人可能因为舍不得有感情，拒绝面对现实，甚至像保护受伤的孩子一样，不断进场摊平，希望有一天能振作起来，但要小心溺爱成灾哟。还有4号人被外界环境情绪感染后，主动加入情怀式买盘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新闻报道说自己爱用的老牌企业面临危机，或是某个充满情怀的本土品牌需要支持，4号人可能会一时同情心泛滥，或想支持自己人，就被集体意识给情绪勒索，决定相挺到底，让4号人做出不理性的决定，结果可能大好大坏。这种坚持也许就是债主让川普避免破产的原因，也是让川普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动机哟。能不能把危机变转机，就考验4号人的实力了哟。接着是大部分的4号人要突破的关卡，就是过度保守，因恐惧而错失了资产翻倍的黄金期，因为不够了解，又太害怕受伤，太抗拒损失时，4号人会顺着本能陷入过度防卫的状态。在多头市场大开大合时，4号人可能因为一点点回档和波动，就吓得把资金全部缩回银行定存，或只敢买保本但整体报酬率非常低，低到连通膨都打不过的超保守理财产品。这种因为怕跌倒而拒绝奔跑的心态，可能会让4号人在通膨时代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哦。最后给4号人的投资生存指南来了。首先，买房是4号人的愿望，但请量力而为。4号人很适合透过房地产来强迫储蓄与投资，但切记不要追求所有愿望一次满足的大房子，例如交通方便、生活机能佳、4代同堂也住得下，而让房贷压力超过总收入的30%到40%。这不是1、2个月的事，是20、30年的长期计划，否则那种被贷款压得喘不过气的窒息感，反而会吞噬你原本平静的生活，变得不安全感哦。再来，请记得，股票是投资标的，不是家人，优先建立非情感的自动化防御系统。既然4号人容易因为同情或不舍而无法停损，那就不要挣扎了，就把这个权限交给系统吧。现在的下单系统都很聪明，有移动停利停损功能，非常的聪明。只要提前设定好条件，让冷酷的机器帮你执行纪律，保护你的资产，就不用烦心了。如果这样做还不能让4号人安心，还有一招，请优先选高股息与市值型 ETF。与其每天看着个股股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，会牵动你的敏感神经，不如将大部分资金放在定期派发股息、每月每季给你现金收益的 ETF， 除了分散风险，还提供你最需要的心理安全感。好玩的来了，川普刚申报2026的资产清单，股票和 ETF 大赚了14亿美元，约455亿台币，而且是重压 AI、科技、电力、军工，全都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股哦。用真金白银证明自己的怪咖总统很少见吧？同为4号人，不妨参考一下高阶4号人川普的策略。这是根据4号人性格优化后的最佳建议，赶快用林数来签到，就能随时复习咯。想知道什么是觉醒又丰盛吗？欢迎加入会员，每月请喵喵大师喝杯饮料，就能看到开启会员以来全部的讯息哟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